隧道人推荐的是千丝羽流派，但实际上伞的飞天攻击以及扇子的空中追击都会被隧道人的浮沉横扫以及追踪弹打到。这两种攻击方式基本上是能不用则不用。唯一好的一点就是它扇子的风墙可以挡掉隧道人的追踪元气弹。如果你实在不会卸势，就站在扇子的风墙后面进行输出。召唤6块会追踪的10块，要注意前4下跟后2下有半秒的延迟时间。注意它10块后接元气弹，2个一起发射的元气弹代表 BOSS 马上要使用红光攻击。卸势红光后向前闪避拉近距离，使用狗嘴夺食可以一边控制 BOSS 一边输出，之后赶紧拉开距离。跟隧道人的战斗最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毛驴会有一些动作很快的攻击，而且太近的话，它的追踪元气弹你也不好躲。隧道人的难点就是在追踪元气弹以及毛驴的贴脸攻击，这两个是最容易受伤的点。元气弹因为会追踪，所以快贴到你的时候再使用卸势，这个只能多练了。基本近身的时候我都会放一个风墙，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增伤 buff， 另一方面是防止隧道人的贴脸追踪弹。打一个普通3连追击加一个蓄力的 buff 就可以了。5连的话，滞空时间太长，被打到的风险较大，能不用就别用。毛驴双腿仰起扑击，后续会接一个跳跃撞击和后腿踢击。短阶段使用喷火，喷火的持续伤害可以让你在雾中看到 BOSS 的位置。这里看到跳刺的，就算雾没有消失，我们可以直接灵命踏跳过去打一些伤害。2阶段更是要保持和毛驴的距离，因为2阶段的毛驴进攻性更强，毛驴只要靠近你，你就走，它一直追，那你就一直跑。2阶段隧道人坐着不动释放元气弹，后续必定接一个黄光攻击，注意闪避。可以看出这个攻击跟1阶段的很相似，但是要记住1阶段是红光，2阶段是黄光。这里是打到一半接了个电话，回来的时候多了小1分钟，打完了才发现。暂停也算时间哦。2阶段这个毛驴3跳是在它最后落地的时候你再使用卸势。我是因为不喜欢 BOSS 这个上蹿下跳的视角，所以不锁定 BOSS， 你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不成发光的就是真身。隧道人飞到空中召唤毛驴，这个阶段可以用伞和飞天攻击偷一些伤害，但是毛驴出来以后，我还是建议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因为毛驴即便从你的脚下过，也是有概率能碰到你，而且在空中你可能会看不到周围的环境，下地以后被周围的毛驴撞到。隧道人飞到空中，放出大量的元气弹，我们放一个风墙，然后躲到风墙后面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风墙的话，建议不断移动，使用闪避进行躲避，不要尝试去卸势，因为段数太多，很容易被击中。